了江苏路站啊，现在去找一个共享单车，好像不下雨了。下雨了。可以通行。现在呢，我身处江苏路和豫园路的十字路口。刚刚呢，从江苏路站啊，乘坐11号线上到路面，不下雨了。趁着阴天凉快啊，我就顺着豫园路这一条历史文化有名的街道呢，向着静安寺方向骑行。这边呢有很多有名的街区，我记得曾经在这条路上看到一张牌子啊，上面写着很多的名人呢，曾经在这条街上居住生活过。这条路上有很多的小店啊，左手边就有一家，门口啊坐满了人。现在我走过正宁路，继续向着豫园路东面骑行。这边墙上啊还画了一些表现以前的那个年代的那个画。但是也有很多呢，还在修整当中。其实我想呢，这边啊，即便在49年以前，它也是定位为一个比较小资啊、比较有一些文化氛围的这种街区吧。所以呢，当年的文艺界的人士啊，艺术家们比较喜欢这种相对密度比较高、里弄的房子，比较可负担性啊。现在呢，也在改造成开放的一些，让大家能够到这边来逛一逛的地方。但是整体上来讲啊，这条路本身的这些文化的氛围啊，跟现在在不断的在维护维修当中呢，还是存在着一些距离，还没有把它恢复成一条像历史名街这样的道路，还是比较小上海的一种比较市民化的一种情调。
对面呢就是上海的四溪初级中学啊，当年应该是一个有名的学校。其实这边的很多的街区，我相信啊，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啊，很多街区都已经改变了当年的这种面貌。见缝插针的呢，也建了很多的一些民房。这就是四溪中学啊，这边应该是它的正门，还是相当气派的一个正门。而现在居住在这些社区里面的老百姓呢，也跟普通的上海老百姓无异啊。唯一这边比较好的呢，就是靠近前面的静安寺。你可以看看这边的小的一些小店啊，服装店。快印店。小士多店啊，等等吧。谁知到了这边呢，又开始下起雨来了。从这条豫园支路出来，正对着呢就是静安寺金碧辉煌的这座寺院啊，号称最富有的寺院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。而边上呢，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百乐门舞厅。继续向前呢，还是豫园路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华山路上。我们来看看这个静安寺的整体的样貌。现在骑过华山路，继续沿着豫园路由西往东骑行。右手边的静安寺啊，金碧辉煌。它有一整排的都是卖金银首饰的商铺啊，紧挨着现在的商业中心。繁华热闹的静安寺商圈。
边呢还保留着一些以前的名人的故居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常熟路上。特地要拐到这边呢，是因为这边有一个常熟公寓啊。楼下呢有一个糕点店。常德路啊，195号，原为爱灵顿公寓，36年竣工。这里呢，曾经是有名的作家张爱玲在这边居住过，在这边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小说，所以呢，成了很多人到这边来打卡的地方啊。这边呢有一个书房，就是一个小书店啊。为了纪念张爱玲的地方。今天过来，本来说今天过来把这个船交掉，然后就走了，结果在这边泡一杯咖啡，一杯茶，读上1个小时的书，非常棒的地方。时光无法倒流啊，也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了。这边呢是上海啊浦西最著名的商圈。重新装修过的久光百货，他每个礼拜。从前面更加开阔的地方来望一望静安寺啊。静安寺对面的久光百货，再回望一下南京西路。是吧？
这是香客排队入场的地方。静安寺的正门像不像一座王府？这边呢还有一些工事没有完成呢。这边一个街心公园，上面有4个字叫静安涌泉，始于南宋啊。涌泉成为静安寺8景之一，号称天下第6泉，享誉海内外。不知道这个泉还在不在啊？还在继续的进行维修。再来看一看对面的静安寺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顺着这个南京西路由西往东骑行。这条道呢，可能因为比较窄啊，就没有专门的骑行道了。又下起了雨来了。这边呢就是嘉里中心啊，包括香格里拉酒店都在这个区域。香格里拉酒店嘉里中心啊，也是一个大商场。突然就变得风雨交加了。南京西路到了这一段呢，又恢复了它一贯的优雅。
这边呢终于恢复了单车的骑行道啊。我看右侧的中苏友好大厦，也叫上海展览馆呢，正在维修当中。这边有一个雕塑叫《飞跃的马》，一个法国的艺术家，28年生于尼斯，1987年呢为上海制作了这么一个雕塑。这个有点象征意义啊，象征着上海就像一个飞跃的马。到处都在维修啊。这边呢是以前美国商会的所在地啊。再往前呢，有很多名牌招牌的这个恒隆，跟刚刚我们在徐家汇看到的港汇呢是同一个老板，都属于恒隆集团。恒隆呢，应该是一个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啊，它定位为高端的奢侈品。这个是啥？